很多的关系失衡都来自于其中一方心里有一个需求特别强烈，当他又以为他是有资格去把对方塑造成他要的样子，那就很容易发生争吵。两个人其实都是用情绪去保护自己脆弱的那一面，赢在那个当下，输在往后的日子就是输在往后会懊悔。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短期跟长期的区别。我们在这一个月终于推出免费订阅电子报的服务啦，就是杰扣的沟通思维笔记。详细的资讯呢，我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跟我们的字典留言，快去订阅吧。我们都知道，在伴侣沟通的时候，你使用愤怒这一个情绪，不仅没办法让对话的氛围变得更好，而且也很难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更靠近，甚至呢，在愤怒完之后，你还会出现自责跟懊悔的情绪，可是偏偏就是控制不住这个情绪，该怎么办？既然愤怒会有这么多的缺点，可是为什么我们还那么常使用它？这一集要来解开这一题哦。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 Jaco。Hello， 大家好，我是助理主持人香瑜。好，那我们先把情境定清楚。这一集在探讨的是伴侣相处的时候一些小摩擦，不是那种超级大颗的地雷，然后踩了之后还不能愤怒，不是这样。如果真的踩了很大颗，那你要怎么轰炸它，你就轰炸吧。我们其实有去分析在很多时候，尤其是相处之间，我们会忍不住愤怒往往都来自于需求没有被满足。而如果呢，我们看不见愤怒背后的那一个需求，甚至是为什么那个需求这么重要，那么很可能我们就会跳不出这样的负面的循环了。我现在讲一个例子好了，有一对夫妻是这样。先生他算是比较有洁癖的类型，所以他会很在乎家里要是整洁干净的，包含浴室如果你洗完之后一定要记得把所有东西复位这样。那老婆呢是比较大剌剌的个性，那有一天就是老婆她急着要上班，所以她睡过头之后，她起来就赶快洗一洗弄一弄就出门了。等到她回到家呢，先生看到她第一句话就质问她说，为什么你的浴室洗完之后又没把它弄干净？而这时候太太她也很累，你知道吗？所以她就觉得委屈嘛，她就跟她先生说，没有，我今天就是睡过头了，所以才匆忙出门这样。而先生这时候听到又更气，就直接飙她说，那你只要早10分钟起床，这件事就可以解决了，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起来？这时候太太她就直接沿怒了，她就回他说，还不是你昨天半夜3点还放音乐放那么大声，搞得我也睡不好。然后这时候先生又爆炸，你知道吗？然后太太又接着讲就说，为什么明明我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可是为什么什么想法都要照你的？所以后来两个人的战火就越来越激烈。那我们谈到这边呢，先暂停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先生的视角，他为什么会使用愤怒这一个情绪？其实很简单你看先生打算用愤怒的这个情绪去跟对方沟通，是因为他企图用愤怒这一个动作呢，去让他的太太感觉到罪恶感。只要他太太感觉到罪恶感，以后就会好好的在洗完澡之后都把浴室复原，然后呢，他就可以因为这样感觉到被重视，就不用再去感受那一个你不重视我的那种痛苦的感觉。但是这个方法好像不是很好好像应该拿不到他想要的吧。代志不是公人想的这么简单。其实我觉得沟通是这样，道理都懂，但是真的遇到了，有些时候还是会被这种惯性给影响，对不对？对。那我们再来拆解太太，其实太太为什么她一开始还愿意解释，可是到后来她也开始用愤怒回击了？当然原因有好几层，第一层可能比较表层的是，你今天生气对我，那我感觉到被挑衅的时候，我很可能也生气回怼了。我如果是这个妻子的话，我会觉得我都已经迟到了，你都不能体谅我一下吗？我又不是每天都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表层的情绪可能也会有这一个，但是我们再往下去看，他太太用愤怒这个情绪去回击呢，往深一点来谈的话，其实也是因为只要我今天反击你指责你，那你认为错在你之后，那你就不会继续责怪我，这样我就不用再面对你不重视我的感受的这一个痛苦。所以你有发现吗？两个人其实都是用情绪去保护自己脆弱的那一面，所以其实两个人都有相同的脆弱。
对，可是当下情绪来的时候，就真的很难定下来，然后去想我到底要什么。对，所以其实你看哦，如果我们在处理这类型的吵架，我们都是一直在情绪层去探讨，在事件上探讨，很有可能我们都讨论不到点，所以这件事才会无限循环，对不对？那这个故事它其实有几个点很值得拆解哦。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愤怒不好，可是我们还那么常使用它的原因。第二个是先生为什么会认为你得听我的，这样才叫重视我。第三个是什么造成太太的感受上已经失衡了？原因有3点。第一个呢，是我们在愤怒的当下，我们可以暂时去麻痹其他的感觉，那个包含我们心里不想要面对的痛。对，因为我们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忘记别的事情。而且其实那一个愤怒是往外发，所以他可以透过这一个动作，暂时不用那么深刻去体会其实他当下的那个不被重视的痛苦。那第二个呢，是我可以运用愤怒这个情绪去让对方产生罪恶感，当对方认为他是错的，那这个时候我还有机会去控制对方。但是第三个是我们在使用愤怒这一个情绪对别人，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暂去感觉到我们是对的，自己没有错这样。对对对，就捍卫自己的正确性。对，好像是那我们就比较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因为你看我如果今天是一个犯错的人，好像我现在在跟你对话就没什么话语权，就只能乖乖被骂而已，对不对？但是其实第三个它还有更深一层，它在探讨的是以前的痛苦经验投射到现在，但是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解。我们现在来谈前面2个。聪明的大家应该在听完这3个原因就有发现到，这3个原因都是短期思维而不是长期思维。就当下发脾气会很爽没有憋着因为你看嘛，我们如果把行为都看成是有功能的，那我们以着本能去做反应的时候，你看我今天使用愤怒这个情绪，所以我可以麻痹我所有的感觉，不会感觉到我的痛苦，因为这样短暂不会体会到那一个不舒服，但是长期来看，可能内心那一个需要去面对的痛，我们一直没有去正视它、解决它，反而造成了这个痛把我们当成掉线木偶，影响我们更久。我们只要遇到相同的情况就会被刺激，然后再次爆发。而要让对方有罪恶感，是因为我们想要以此去控制对方往我们想要的方向走，但是我们都知道控制这个行为是很容易激起对方的反弹，甚至即便对方忍受之后，关系还是有一天会失衡。第三个，即便愤怒可以让你短暂感觉到你是对的，但是说真的，如果有一天关系因为这样崩了，你是对的，那这样到底是赢还是输？赢在那个当下，输在往后的日子就是输在往后会懊悔。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就是短期跟长期的区别。所以当你可以去想透这些事呢，未来你就比较有机会去发挥你原本的智慧跟冷静，去处理那些沟通上的摩擦的这些议题了。不过就算我们想透这些事，对不对？顶多也只能去改变我们原本的沟通习惯，比方说会克制不住那个愤怒的情绪，可是呢，现在变得比较不会发怒，但是它也未必可以把关系拉近，因为接下来要探讨的2个问题呢，会是关系能够改善的一个关键为什么这个先生他会认为你要听我的话，你要重视我的规则，这样才算是重视我这个人？这个先生他的资讯是这样，他小时候在家里爸妈都是比较忽视他这个小孩子，比较疼他哥，而且呢他都会一直调皮嘛，想办法要就是让他爸妈去注意他，可是他爸妈其实对他反而都指责比较多，然后也都比较会忽略他的感受，这样，因此他心里面呢一直都期望是别人会重视他这一个人。而且我很喜欢有一句话是这样讲你小时候在家里越缺乏什么，你长大之后呢就越有机会在其他关系去渴求什么。好像真的所以在其他关系里面最可以任性的其实就是伴侣关系，就是感情爱情。对，他会有那种如果你真的爱我，我不用说什么你就应该懂我需要什么，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气说对方为什么没有来哄你买你喜欢吃的东西给你，就是好像要伴侣能够通灵的这种感觉，有点投射小时候渴望父母能够一眼就看穿我在难过。懂。
我刚刚也在回想我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有而且那种感觉是你会在年轻的时候是不自觉的，对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因为小时候的事情你才这样做。我记得也是到30几岁的时候才开始慢慢意识到说啊，我好像太过于把另外一半当成是一个他是可以满足我期待的人。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去观察到很多的关系失衡呢，都来自于其中一方心里有一个需求特别强烈，而那一个特别强烈的需求，当他又以为他是有资格去把对方塑造成他要的样子，就很容易发生争吵。当这个想法没有去扭转它的时候，仍然都会透过其他不同大大小小的事情产生更多的激烈摩擦。第三个，我们来聊聊太太为什么在这段关系会感觉到失衡。因为呢，她一直在想办法去满足她先生的需求，但是其实交往的2个人都各有需求。可是今天如果我跟眼前的人在一起，我都只能以他的需求为主，那我在哪里？而且这样的情况不就是对方不断用他的行为跟他的选择，用他的情绪来告诉我他的感受比我更重要。而且太太的小时候其实他妈妈也是一个很严格的人，所以小时候他在他妈妈的旁边呢比较多都会被指责。可是呢，他跟他先生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当他很爱他的妈妈，可是他的妈妈一直在指责他，他并没有回击，他只是一直忍耐而已。所以呢，他长大以后结了婚，他也是习惯忍耐的那一个人。但是他忍耐不代表他不痛苦，不代表他对于那些别人不重视他的这些事情他不会有感觉。剖析到这边，我们都已经知道先生跟太太其实2个人的需求都一样，甚至呢2个人小时候虽然说经历是不同，但是2个人心里的脆弱差不多，心里的需求也差不多。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吵架呢一直都是2个人在对面，可是看不见彼此心里的需求。最后，如果我们想要让伴侣的关系可以越处越好，不会让愤怒去左右我们，我们就记得在2个人关系要变近以前呢，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双方有没有越来越理解彼此。而这一个所谓的理解呢，不只是理解他的现在，甚至是理解他小时候的样子，理解他为什么他现在会有那一些执念、那一些情绪、那一些痛苦。当2个人可以去交流这样的想法跟经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于他的一些情绪，你会越来越知道原因可能是什么。而如果未来又遇到这种2个人需求没有被满足，或者呢生活上又起了小摩擦，只要记得一件事情，既然愤怒呢它有那么多的副作用，很有可能你们需要交流的反而是你们对这件事情心理的需求跟判断。我们都一直说要去觉察跟拆解那个愤怒背后的需求，但是会不会有观众会觉得说我就是希望对方可以体贴我一点啊？难道真的什么都要靠自己吗？还是我们要怎么去区分什么是合理的期待，什么又是不健康的投射？我觉得如果说是合理的期待的话，他刚好就把这一题的重点讲完了，就是要合理。可是这个合理是合谁的理？其实我觉得是合双方的理。对，因为每一个人愿意做的程度不一样，对不对？那我觉得用一个简单的基准去看，就是如果这件事情你跟他沟通超过3次5次，而对方都不愿意做，那我们就大概知道不合对方的理，因为可能性很多。但是我们用这个次数来看。第二个，你可以从他的情绪的强度来看，有些他会觉得好了 OK 啊，那他就做了。但是有一些是他就很坚决不要，甚至他每次你跟他聊到这件事，他就是回避，他就不讲，那很有可能这件事情已经不合对方的理了。但是第三个是，我不觉得今天2个人在相处的时候，你心里有感觉有需求是不能讲的。对啊，如果都不能讲，那就对啊，不能讲很怪啊，所以我不太会是用健不健康。但是刚刚你提到一个关键点是在谈说，那会不会是过去的投射造成的？对不对？到底什么才算是过去的投射造成的？我有想过，就是如果会跟过去有关你要去想的是你提的那一个需求，是不是你在小时候一直很渴望得到的？因为说真的，以人的
需求来讲，几乎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爱，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归属感，每一个人也希望被重视。可是呢，当我今天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需要他做到这些事，我才会感觉到被爱。那我是不是也等同又回到其中一个视角，是我把我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行为责任上？所以我可以提出这些事，但是对方要不要做，那是他的选择，而我不会因为他的选择感觉到生气，失落会有，对，但是我不会生气，也不会想要用其他的行为来惩罚他。那如果我真的觉察到我的愤怒真的是来自我的原生家庭的投射好了，那这一刻我就是很气啊，有没有什么急救的小 pebble 可以让我在理智线断线之前先帮自己踩个刹车，而不是直接就对对方开火？我觉得如果说是理智线断的前1秒，对不对？你有可能来不及刹了，你可能就直接去了这样如果是在爆气的前10几秒，你还来得及，你可以先把你的说法呢专注在你描述你身上的感觉。对，你就可以说，我现在有感觉到我胸口很不舒服，因为通常生气有时候会胸闷嘛，对，会，对不对？会。那你就可以说，我现在感觉就是胸口有点不舒服，这样胃痛。对，然后我先去旁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聊好了。所以这个动作啊，是你完全没有去把整件事的责任先焦点放到对方又做了什么，而是你让自己争取可以休息冷静下来的时间。那你再趁那个冷静的时间去想一下，到底呢现在要不要花时间去沟通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意识到当天的状态不好，你当下急着沟通，通常效果不会到太好。那如果说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学习跟拆解，对方完全都没有这个意识，就是单方面的改变是真的有办法改善关系吗？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可以试试看的一个策略。怎么说呢？你看会愿意看这一集节目到现在的人原则上呢都还是有心想要去把关系变得更好的那一个人，有智慧，有智慧，对，有智慧的。如果今天2个人的这一个负面的循环已经固定了，而2个人都决定不变，那这个循环怎么跳得出去？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是做第一个去调整的这一个人，你才有机会去测试这样调整之后对方的反应会不会发生变化。至少我们有去试。对，但是你不能只试一次。如果你今天只有试一次，对不对？说真的，你不太确定你试的那一次你的语气表情态度用字遣词是不是有修饰的很好，或者是你当时有拿捏的很好。你看嘛，我们今天都在讲是不是双方心里都有脆弱，然后双方心里也有伤，对不对？那有可能一次就解决吗？很难的，尤其是小时候的。对，就是有些时候甚至是我们在聊的当下，都会是过好一阵子我们才慢慢想透这件事。所以如果你有想要试，尽可能让你的尝试的时间长一点点，给这段关系多一点机会。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试完了，然后你发现对方就是纹风不动，那我们会有另外一集来聊，如果是纹风不动的可能性会有哪一些。但是这里其实我想讲的是，一旦负面循环确定了，我们如果不做改变，而对方也不变，原则上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个选择，就是这段关系就先止步在这里，也没有不好。对，所以我想说的是选择在你。其实啊，在沟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对方一直出现特定的情绪，我们要记得，有可能在那一次你需要去关注的焦点已经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触发那一个情绪的旧伤口。因为呢，我相信旧伤口几乎每个人都有，而我们如果愿意去看见，甚至呢愿意去同理，都有机会让对方的情绪舒缓一点。我觉得事情不用那么急着解决，有些时候都是先让感觉缓和下来，让双方知道原来你的需求是这样，原来你的经历是这样，这个呢都能够让双方的心更靠近，心靠近一点，话才好说一点。我是Jaco，我是香鱼，我们下集再见，拜拜，拜拜。